80岁大爷为了赚钱治病，拖着瘸腿给车店搬东西，不料女销售却故意为难他，不仅让他背负超重的货物，还在他摔倒时嘲笑他像一条狗，更是当众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大爷虽然很气愤，却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自己还等着这笔钱救命，他只能拖着沉重的身子继续搬货。可等他好不容易搬完想要工钱时，女销售却只给1000块运费，拒绝支付600元卸货费，还不要脸地说卸货是司机应尽的责任。但大爷又不傻，连忙表示卸货费是之前就说好的，之前就只是骗你而已。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给你这600块钱。你说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，就你这种见钱眼开的货色，你就只会翘着腿在那儿坐着等别人卸，这多当我的工作呀，是不是？你看现在这样多好，我拿600块钱哄哄，你就屁颠的把货给卸了，卸得又好又快，是不是？大爷没想到还有这种不要脸的人，扬言不给卸货费，自己就赖在这不走了。结果女销售见软的不行，直接来硬的，警告他最好马上滚出去，否则就让保安动手教训他。大爷势单力薄，只好苦苦哀求，表示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需要买药治病，还拿出医药单证明自己没有说谎。没想到女销售非但不同情他，还让他有病就死远点，别脏了车店。这下大爷再也忍无可忍，怒斥女销售简直没良心。结果女销售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还嚣张地说把1000块运费也扣了。不管大爷怎么恳求都无济于事，还要遭受女销售跟同事的羞辱。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钱。我再说，你的运输费和卸货费全没了，你从哪儿来的都放回哪儿去。还有，你要是再说留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，影响我迎接天宫董事长，我直接去你们货运平台投诉你。可殊不知天宫董事长就是大爷曾经收养的养子，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大爷报恩。更巧的是，董事长正好在车店微服私访，虽然他发现大爷的背影跟养父很像，但由于没有看见正脸，还是选择沉默。而此时女销售威胁说要上平台投诉，大爷为了保住生计，只好自认倒霉，表示卸车费不要了，但是得把运费还给自己。没想到女销售仍旧不依不饶，扬言1分钱都不给，还在大爷恳求时碰到手臂诬陷他是流氓，接着就掏出手机上平台投诉。见此一幕，大爷真的慌了，连忙表示运费跟卸车费都不要了，恳求女销售不要投诉自己。结果女销售还是直接投诉了，下一秒大爷就收到了封号通知：接单可提现功能暂停使用，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服电话。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怎么这么有赶尽杀绝啊？说好的钱你不给我，打我骂我，辱我还封禁我，就指我这拉我赚钱啊！你这是想逼死我，不给我还出来是不是？你这还是人吗？还有多少的良心吗你？我就逼你怎么了？反正你贱命一条，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一个穷货货运司机，除了无能愤怒，还能干嘛？说不定啊，他会趁着今晚月黑风高，半夜吊死在车上，吓人一跳。你们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！就欺负你怎么了？啊！你动我呀！你动我一下试试啊！这点不要脸的也欺负我，那我也活不下去了，也是烂命一条。老子给你一定还人命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猪猪不如的东西，放开我！反正老子也不想活了，我要给你们见月你的！你敢死我了你！我看你给你不要脸！我敢动手脚！我敢动生命！软东西，你敢跟我动手，还想赢你一命？配吗？你们看，这老狗气得发抖哎！就这还想跟我们李总拼命，自己要死就滚远点去！想拉着李总不上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货色。我们李总一根脚趾头都比你的性命珍贵。你们还有良心吗？你们还有道德吗？你们？